韩服这个我们举报的，他们完全不管，听都不听，看都不看，垃圾韩服，狗都不玩。如果我跟那个人一样有特权的话，每天可以分100个人，你们信不信？我一天可以分100个人，真的，能不能给我那个特权试试看？我想分100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伯。众所周知，一直以来，韩服都是众多职业玩家日常 rank 的集结地。在这里，你不仅能碰到职业选手，许多实力强劲的路人选手也会碰到，这就相当于高手场。但是时间久了，高手场也变得鱼龙混杂，于是演员这种特殊玩家便日益频繁地活跃在大众视野。尽管演员玩家是人人喊打的角色，但是却始终存在。这尤其令众多职业选手游戏体验极差，毕竟职业选手的 rank 都是抱着练习英雄提升状态去的，遇到演员真的是太影响心态了。然而事实却是，许多演员不知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大家对于前段时间晴天在韩服上面的排位仪式肯定都有所耳闻吧，后面也是经过双方的相互协调，才让事件得以平息下来。这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讲的话，确实是 LPL 选手晴天的问题，在游戏当中表现出来如此恶劣的态度，确实也让 Faker 感觉到很生气。但是对于他的处罚也是比较到位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，也是有很多人建议韩服不要再容纳 LPL 选手了。然而目前来看，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能够让这个形势得以改变的，一系列的事情还在不断的上演。近日 Faker 又遇到了摆烂的 LPL 职业选手，当场破防，赛后直接举报。这局比赛和上次晴天那局很像，前期 Faker 这边是大优势，但是自家德莱文早早0-3 ，Faker 忍不住吐槽，我们在动峡谷先锋的时候，下路为什么要上去换血呢？而且对局中 Faker 有一波差200块出装备，因此拼了距离装备还差的钱，并且狂打信号让德莱文别吃他兵线，结果德莱文还是一斧头一个小兵吃光了线。最终的结果没有意外，这局又输了。当时 Faker 边直播边碎碎念，这不会又是职业选手吧？最后查了之后发现，这个德莱文是 LNG 2队的下路选手 LP， 去年还在 LPL 打过。Faker 无奈只能直接举报他，并表示早知道我就不打最后这一把了。之后 Faker 又吐槽了很多，今年是怎么了？排位系统坏了吗？这一季怎么这么多人在摆烂？官方至少要在高端场次做严格一点的管理吧。这场直播有3万人在看，这种人不断出现，还会有孩子想打排位当职业选手吗？他们对电竞的认识会变差的。拜托，现在立刻把这个人永远办掉。他这样搞我真的没办法专心打游戏，根本是在浪费时间。而在当下的韩服，不仅能遇到摆烂的玩家，有一些演员更是可恶，专门狙击一些人气选手与主播，比如 UZI、杜云碧等人便被狙击过。日前 LNG 中单选手杜云碧直播再次遇到演员，这局游戏排到了自家战队的辅助选手绿毛，只不过是在对面。游戏开始后，没想到双方都有演员，对手男刀大招清兵加越塔给杜云碧发条送人头，敌方上单各种隐身，自家辅助泰坦出 AP 装备，并来中路和杜云碧蹭经验，还试图争夺蓝 buff。最终杜云碧还是输掉了本场对局。事后杜云碧对此也是直接破防，当场对演员一顿吐槽。举报有什么用啊？我们举报人都没人处理啊！那我们举报人都没人处理，我们没有这个特权，我们没这个特权，说啥呢，哥们？也就是因为那个原因，那些好多那种峡谷间1000多分的主播，绝活哥主播，现在不玩峡谷间，他们就是来韩服打个号，打那种打到重师400分500分，卖给这种 Prada， 巨鸡巴多。现在那种举报都没有用，没人管。那些峡谷间那些1000多分的主播，他们不玩峡谷间，他们不直播的时候打韩服，像个400-500分，卖给那些人。他们用那些号 Prada 肯定没有这个实力，他们哪有这么厉害？那些人全都是那种就是玩的很可惜的，就是用他们的号接那种号狙击，贼烦死了。
现在对我来说，对我跟玉佳这种选手来说，这韩服跟峡谷队没区别。妈呀，反正打什么都是 brother。看来对 B 没少受演员玩家的困扰，不过这些人也确实恶心。就算是我们平民玩家，有时候碰上了，心态也得爆炸。除了对 B 之外，近日 TS 中单选手 Night 在直播过程中，也因为在韩服的一局排位而心态爆炸。只不过这次破防的原因，是因为 T1 战队的上单选手宙斯引发了玩家们的热议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近日 Night 直播 rank 过程中，他排到了 T1 上单宙斯做队友。这把比赛 Night 使用中单卡莎对线安久的沙皇，而宙斯则拿出了上单蛮王对线男枪。对于上路这两个英雄，经常观看比赛的观众都知道，蛮王是非常克制男枪的，6级后开启疾跑就能追着男枪打。但在这场排位过程中，宙斯对线期就疯狂被对方上单男枪单杀数波，被打得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而就在宙斯再一次被对方男枪单杀后，奈特忍不住吐槽了道：我操，宙斯别送了，宙斯怎么每次拍到的这战绩？最终敌方男枪在中期凭借着装备巨大优势，轻松拿到了比赛胜利。而在这场比赛结束后，宙斯蛮王的 KDA 是0-9，而对方上单男枪的 KDA 则是14-0，相差非常巨大。甚至宙斯的蛮王这把比赛只有 1.4 的评分，可以说是整场比赛都被对方上单男枪按在地上摩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日 TS 打野选手小天也在韩服 rank 过程中排到了宙斯。这场比赛中，宙斯的发挥依旧非常离谱，选用的还是蛮王这个英雄，打出了1-10的离谱战绩。最终小天遗憾输掉了比赛。对于宙斯使用蛮王多盘韩服 rank 对局就打出如此离谱战绩的事情，阿伯认为这肯定不是宙斯的真实实力。作为 LCK 赛区此次春季赛常规赛的一阵上单，宙斯在比赛场上的发挥是非常强力的，而在 rank 中却打出如此离谱的战绩，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阿伯在这里也不好多做评论，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在这里阿伯还想说，在成为选手之前，选手也都是游戏玩家，游戏环境是否公平健康，对于电竞赛事的质量及风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如何让玩家体验更好，也是拳头官方在考虑的问题。在英雄联盟官博发布最新一栏的专栏开发者日志中，表示正在重新审视单排、双排以及消除带小号的现象，包括近期正在被热议的单排限定模式，都是为了优化游戏环境所做出的努力。谁希望自家的服务器在外的风评一直围绕着摆烂的关键词呢？但国服的问题显然不是改变排位模式就能够得到解决的。在处罚演员代练行为等问题上，国服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在长期得不到严格治理的情况下，演员代练等恶劣行为成为了职业，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久而久之，不愿意好好玩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韩服之所以有着世界各赛区公认的高质量游戏环境，也正是源于其高标准的自我要求。最后让我们再回归到事件本身，普通的游戏玩家尚且有着维护游戏环境的基本意识，身为职业选手更应意识到自身恶劣的游戏行为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。无论是赛场内还是赛场外，都应一视同仁，做出表率。外服选手和本服选手的矛盾还是应该交给 LPL 和 LCK 处理。玩家和玩家之间如果弄得针锋相对，那就背离了游戏的初衷了。最后，对于 Faker 对应币韩服排位事件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相互探讨哟。我们下期再见。